我没有要跟林志玲比较，真的吗？真的，因为我根本没有把她看在眼里啊。成为人生赢家的人是把人生当成是战场的人，他们在打仗，他们打仗靠什么？他们打仗靠武器啊！所以你现在要把他武器从他手里抽掉，说我不让你用这些武器，你就自己想办法赢吧。你们刚才讲的大部分论点都是在讲说人生会不会变得更好，整形不会使人生变得更好，可是整形有没有办法帮助你成为人生赢家？我认为它是重要的武器之一啊。所以我方的论点只不过是说，这个人想打仗，多一个武器好不好？我说好，给你这个武器，就这么简单而已。所以请不要跳脱，我们讨论的范围，去把一般人全部抓到我们这趟浑水里面来说，你要不要整形？他们根本没有在乎成为赢家嘛。所以我为什么同意说，如果你整形，你就有机会成为人生赢家，他就会帮助你成为人生赢家。因为把人生当成是输赢的战场的人，他们就是有战斗意志的人，他们就是要武器的人。他们要武器，你给他一个整形当武器，你给他一个谄媚当武器，会拍马屁也是武器，然后有上进心也是武器，都是武器。然后你不能够否认，你给他这些武器，他赢的机会比较大。到了他80岁的时候，他回顾人生，他有没有赢？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他的赢的标准是什么，是月入10万块钱，还是娶到了如花似玉的太太，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只知道这个人想赢，然后他认为所有的武器他都要用上。所以今天这个题目从这个方面来判断，给他武器，让他整形，因为他想赢，这是我的论点。你现在还有权利再跳回去。你觉得康永哥说的有道理吗？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可是因为我常常听他说话。为什么一定要赢呢？你为什么要一定赢过林志玲呢？没办法，摸不到。让我听到你的声音。凭良心说，我的歌声比较好，还是张惠妹？你们这个节目真的很有素质。可惜现场观众耳朵都聋了。我还是有良心在的，所以有硬要听我唱一首吗？没有人要听你唱。你干嘛？你真的要唱吗？先让我好好说话，等一下有机会再唱。等一下，我会再把它请出来啊。非常高兴今天小 S 能够到我们现场，你看看这个，欢迎大家来到《康熙来了》这个节目啊！我真不明白，我们两个来也就罢，为什么连制作人都来了？对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说《康熙来了》2位主持人都在现场，然后那边康熙的制作人啊，这个 B two 先生在现场。B two 的名字特别可爱，按照中西方这个姓名颠倒过来啊，你在大陆应该直接就翻过来叫 To B 啊。另外经常上康熙的2位这个常年嘉宾也都颜值担当，都在现场，来跟大家打个招呼。今天跟陈木，哇！你知道吗？其实，哎呀，我在《奇葩说》这节目里一直是毒舌，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坐在他旁边，我特别紧张。哎，特别，其实人家特别，因为你们知道吗？就是她在我心中是整个，就是两岸艺人界第2漂亮的女生。把话说清楚。仅次于林志玲，但是这一点呢，我也没有跟别人说过。哎，怎么走了？哎，那个，我车是在楼下的。好。哎呦，就不是，来，赔礼来了。对，赔礼。哎呀，这个不是我怎么不对，我怎么把实话说出来了？不是我。
是从哪儿开始啊？是壁咚，哎，好不容易来啊！这个我出卖色相千回万转，才把女神又重新请回到现场。我们大家给小 S 一阵掌声，好不好？哎，千万别介意，我真的不是那个意思。可是我刚刚没有感受到壁咚哎，你刚才那个叫压制，就是你是要逮捕我，你并不是在壁咚我。你以后跟我更熟了以后，你还会体会到其他各种各样的方法。慢慢来，别着急啊。他没有要跟你更熟，没有。我录完就会火速的离开。哎，还好下一场是林志，算了，继续吧，继续吧，继续还要吧，走这个继续吧。来临是吗？好，继续吧。不要一再有完没不要完？这样的，真的是。好，我们进入广告时间吧，好吗？小 S 给你介绍一下，我们那边做的我们冠名赞助商有范儿的顾问周邦威先生，感谢有范儿冠名赞助《奇葩说》。如果真的饥饿的话，可以用古力多燕麦牛奶，国际抗饿大品牌。谢谢古力多，谢谢。好，我觉得我的状态慢慢回来了，我准备开始跟小 S 进行一番诚挚的交流了。你跟你姐姐关系好吗？非常好。好到什么样呢？我人生中不管发生大事小事，心里高兴不高兴，我第一个会讲的人就是大 S。把所有的东西都告诉她。所有的，开心的事不开心的事。她来那天，她坐在这儿，我就问她，我说如果你妹妹出轨，你会告诉别人吗？然后她说，她说我觉得那一定是工作需要。所以我就想问问你的工作性质是什么？没有，因为大家可能都会觉得小 S 在节目中好像很爱男人，然后难道不是吗？有些是我真的爱，可是有一些真的是那些男人逼我要演出很爱他们的样子。因为有些真的是帅哥的话，我就说，哎，还蛮帅的，乳房裂那么大，是不是希望我摸他一下？举例说明。像当时吴奇隆上我们节目的时候，我是发自内心的想抚摸他。因为那时候我就看了《步步惊心》就爱上他。然后后来很多观众都觉得小 S 就是爱摸男体，所以我上《康熙来了》我就是要让他摸。然后有些人就练很壮，然后眼神就射出说摸我摸我摸我，然后那眼神已经强烈到你就想说。好啦，可是那种就是我就是出于社交礼仪摸他一下。哇，你们这个礼貌真是周到啊！是靠摸来表达敬意的哈。有的部落是这样。请允许我表达我的敬意。算了，哎，这个在我们开展这个严肃的辩论节目之前，我们要请我们今天参与辩论前面6位来介绍一下自己，让小 S 认识认识，好吗？从百邦尼开始，好吗？小 S 你好，我是非常非常喜欢你的邦尼，你好。谢谢。好，如如啊。Hello， 我是如如，就超爱你。刚刚在外面真的是有哭，看到你下车之后，对。哭什么？然后导致现在忘记论点。我不喜欢他在现场。什么事？因为他长得算是略有姿色，你们其他人都可以留着没关系。你这个对其他人好像很伤害耶。下一个要他讲社交的谈话很困难吧？对，如晶来那个，我是如晶。没有了。我是小 S。你尽力了，我知道。来，翻译S 好，我是樊野。你好。好温柔。紧张。这什么情况啊？你们跟我一块儿紧张，来，姜子牙。你都快尿出来了，你知道吗？你怎么了？这是？我也不知道紧张些什么。对呀。你的造型感觉像是一个狠角色啊，你有什么好狠角色？对啊，其实我对你也还好吧，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那么喜欢你。你也不需要这么没礼貌。对。你对我还好，那你心中真正喜欢的艺人有谁？好啦，是你啦，你就跟所有人说嘛。好了，自打你做吧，你是手足无措，扭扭捏捏。你干嘛？怎么？你看看人家胡天宇，来，天宇，示范一下。 S 姐好，我是天宇。你好。就我跟他们都不一样，他们都冲去窗子前面看你，我是因为没冲，那人太多挤不过去，我就没看，对吧？所以也不想看，是不是？哦，还是想看呢，就没挤进去。哎，你们怎么了？我坐下。好紧张。来，我不得不让2排的介绍一下了。来，马薇薇，介绍一下你自己。大家好，我是马薇，没有了。
刚正不阿。范甜甜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如果我是在台湾，没有小 S 什么事 ，OK？ 可惜你就不是在台湾，而且你可能过不去了。请原谅我母亲啊。我真的很瞧不起你们这些人。对呀，来陈明，你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知道。大 S 您好，各位导师好。我的错。小 S 女士您好，各位导师好，观众朋友好，我是一名安静的大学老师陈明，谢谢。来，我们现在开始，终于可以进入正常的辩论形态了。来，我们看一看，本场第一道题目。整容会帮你成为人生赢家吗？在今天这个社会，整容已经算不上什么新鲜事儿了。在韩国，人们把整容当作18岁的成人礼，而在中国，关于整容的实践也永远走在观念前面。有的人还在反对割双眼皮的时候，大便活人都已经普及了半壁河山。在这个看脸的时代，对丑的人来说，整容的恩德如同再造，胜比亲妈。给你1个月的时间，你也读不成林徽因，但同样的时间，你却能把自己整成范冰冰。出名要趁早，如果你改变不了世界，那就为世界改变。毁了3观，再拆了5观，只要不影响功能，挪一挪位置，无伤大雅。纯天然如凤姐者，你敢要吗？有人则认为整容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内容决定质量，用整容换来的爱情和事业也必然是流于表面的，自信也是建立自卑之上的。本来错不在脸，你却欲加之罪，并且要忍受生理和心理的双重煎熬。2次加工的人生哲学背后是偷工减料的机会主义。人生的困境应当是正着脸去面对，而不是换张脸去面对。纯天然如凤姐者，没人敢要；整过容的凤姐也未必有人敢要。所以各位看官，你觉得整容会帮你成为人生赢家吗？对面是什么情况？对面好像也没怎么整过，反正也是没有整过的，是纯天然的。对，胡天宇就根本不可能整过吧？想整但不敢整了。思达应该是有微整过。听说对面3个都是纯天然美女，其实也就是女吧。纯天然吧，这种美女可以不用放在里面。樊野刚刚跟我说，李如我要骑你，我说啊，我们俩没有文化，在那站着要干什么？要不就帮你吧，帮你也不好搞。但是我觉得如果又太好搞，所以因为他最近说他怕被救。好，题目出来了，整容会帮你成为人生赢家。我们现场100位观众，红蓝键选择正方是会，反方是不会，请按键。整容会帮你成为人生赢家，我觉得这道题在我们今天这个现场真的是太贴切了，因为这个现场里面除了大兵之外，我不敢确定其他任何一个人是没有整过的。3、2、1，那么我们现场观众的比例目前是47比53，基本上势均力敌啊。我们要请我们现场3位导师来做出自己的选择。小 S 会选是什么？我选人少的，支持他名下。哇！康永哥，你会选择什么？我的一贯立场就是 S 在哪里我就在哪里喽。我觉得今天康永哥也特别，就是他对你的那种呵护真的是。就是家人的那种，他就是一个文明人。你姐姐来那次，他对你姐姐那种感情是对亲戚的感情，但是他对你的感情是一种对亲人的感情。是，他很保护我。啊，真的好，那你们俩就一国的啊。我们俩一边。你们俩那个金姐，你自由意志选择，你觉得整容怎么了？就说一边了，叫自由意志啊？不是，金姐可以选择跟他们一边，我就站另外一边。不，金姐你自由意志。没有，我绝对是站那个不会的反方的，因为这很有说服力嘛。咱们在这一圈看看，包括马东，包括康永，包括所有人，我们谁是靠颜值整完上来的呀？对吧？那块有一个整完上来的，不坐到后排了吗？你看，尴尬了。你刚刚比这边的时候，为什么独跳过小 S 啊？
我不知道，我真的没整过，我不知道整没整过，所以这个不能，对吧？我要保护一下我们的女神，对吧？女人何必为难女人呢？我们红蓝双方，他们2位其实是没有立场，完全是因为人少好辩才选择了这一边，所以别指望他们。我们应该从正方开始，因为正方现在处于劣势，对吗？正方谁是一辩？翻页哦。OK， 好。他整过的。该我。不，你大胆的对着镜头说，你说我没整过，我没整过，但是我要捍卫你整容的权利。为什么这么说？我们今天讨论这个问题，因为越来越多人愿意去整容，因为整容现在科技很普及，然后也很能够经济上承受得起。可是大家想去整容，为什么？为什么马东老师会去割眼袋？为什么？你有割眼袋？你有割眼袋？怎么不割完呢？我留一半解闷儿。想他的时候还可以揉一揉。你干嘛去割眼袋？有差吗？对你人生？不是，这因为有眼袋而接不到工作吗？不是。你看我现在这样正常，你没有见过我有眼袋的时候是什么样，那真的简直是人生的障碍。因为你的外形应该是有眼袋跟没眼袋都差不多吧？有差。有差吗？有差很多，对。我必须说有差。所以为什么会有人愿意去整容？我们想一想，其实很简单。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在非常努力的用各个方面去完善我们自己。我们如化妆，我去健身房。谁剪个头发，矫正牙齿，穿衣服穿得体面，都是为了美。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的重要性，因为我们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很多人说我们现在活在一个看脸的时代，其实你仔细想一想，我们其实人类有史以来一直活在一个看脸的时代。有一个成语叫红颜薄命，说红颜的人就薄命，可是颜不红的人就会长命百岁吗？红颜他早死了，人家说天斗红颜好可怜，被记住是因为他长得好看吗？可是难道长得不好看又早死的人不更可怜吗？你让不让人家活呀？你好悲情啊你！有需要搞成这样吗？还有比如说西施捂一下胸口，然后邻居就说哇女神好美，可是东施也捂一下胸口。就被骂了几千年，他有错吗？他只是长得比西施差一点嘛，你有什么？差很多差很多，但是你怎么知道他心口不痛呢？谁管他？你看嘛，对不对？你在我这边。好，然后我再说一下我好了，我在这个舞台讲话，有的人会觉得我深情款款娓娓道来，可是我其实又做对了什么呢？什么意思啊？他这样说我不要讲说他只是长得帅，大家就支持他。他刚刚语气就是说，只是因为帅他才晋级的。对，我也没办法，我就是长得帅。他是这个意思。就是会有人说，对啊，他就是长得一个好的皮囊，然后说话慢吞吞，你们就觉得好。所以我是一个外貌协会的直接受益者，我怎么可能有一个人来问我说他长得不太 OK， 他来问我说樊爷，我就应该去整容吗？我说不，你就这样，不要整容。做自己，你就是你不一样的烟火，这样合理吗？我知道我一路占了外貌协会多少便宜，所以我为什么要得了便宜还卖乖？得了便宜就号召大家一起来占便宜啊！想美就美嘛，想整就整嘛，不要压抑你的天性嘛。我不会剥夺你整容的权利。是这样。OK。如今要七夕了，七夕他吗？我先来，如今。你刚才是告诉要跟着音乐的节奏吗？来。你刚才是告诉我们嘛，整容你不反对，那你怎么不整呢？因为我不用整啊。
所以自然美可以成为赢家，但是你确定，如果你劝大兵哥整得跟你一样，他也可以像你一样吗？他如果真的能整得一样，再加上他的才华，他不是应该比我更厉害吗？所以有2个反野也是没有问题的。不可能整得一模一样啊，因为就算外貌一样了，性格又不一样。我在演艺圈看过很多长得一模一样的明星哦。哦，是吗？医生没有请对。就是现在很流行整成一样的样子。不是流行，是错误，就是。就你们先聊一下。生气了吗？他们脾气都很差。对不起，怎么那么难相处的？来嘛，先走清楚，来嘛，我们大家我打个岔不行啊。你不了解他，时间长了，你了解他，你就知道他是不能打岔的。哦，来，行。他在城市已经设定好了，一打对他就要重来一整。对，所以我他现在处于重启状态，你开始吧。真的要重来哦。对。不如我们下一次再来。哦，你不急了啊？不急了。急了。哦，好，那你请坐吧。好，我想问一下，就是3叶，你说你外表已经够好了，然后给你带来很多好处，可是没有因为你的外表而带来什么坏处？也有啊，像什么？骚扰你是吧？就是不是只要给你工作机会的人都想要吃你豆腐？不会啊，马老师没有。你会遇到同样问题吗？你说一直被吃豆腐吗？对啊。刚刚就是你啊。我人生被骚扰最多次的就是今天呢。对。就是在你这儿达成的。我就是想知道我是不是那个不一样的烟火。来吧，本方。整容其实就是为了让自己变好看嘛。那我今天想说一说好看能给一个人带来什么。我相信每个女生每天照镜子完之后都会在心里感叹说，天哪，老娘真是美爆了。我也跟你们一样，我也有点自恋，所以今天大家姑且把我当做一个略有姿色的美女，我想谈谈我的感受。就是当你是美女，然后你又想成为人生赢家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有很多目光自然而然地聚焦到你的身上，这是好事。但是坏事是什么？就是大家对你的期望值也会超级高的，他们会希望你的长相和你的内在是能够匹配的。如果有一点点不匹配，或者是你表现的有一点不好，大家就会对你越发的失望，甚至是越发的苛责。我想说说第1集《奇葩说》播出之后，因为第1奇葩说有我在看节目的时候突然弹出来一句话：李如如她竟然能晋级新奇葩的8强，她应该是有黑幕吧？我看她的长相，她应该是被潜了，而且还会有人说马东应该是她的干爹吧？对，这应该是真的吧？是亲爹。所以我想说，可能是因为我长得还不错，你会觉得马东是我的干爹。那如果我长得不好看的话，你可能会觉得我是他的干妈。你可能会觉得我是他的干妈。是谁呢？大家好，如果我是在台湾，没有小 S 什么事 ，OK？ 请原谅我母亲啊。好，我继续说。所以你发现没有，观众？所以上一届有你的干妈，这一届有你的干女儿啊。所以就是你应该管她叫奶奶，知道吗？奶奶，我们真是3代同堂在这儿啊！你们到底有没有在好好做节目？然后我就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就是去看了一下我的微博评论，然后我就决定把我的微博给卸载了。对，因为确实还蛮多人骂我的。但是我记得有网友说的让我比较记忆深刻的一句话，就是在你发言之前，有几个镜头给到你的时候，觉得你长得还挺好看的，很期待你站起来会说的怎么样。结果你站起来，你的表现我觉得弱爆了，我真的对你失望透顶。然后我就想回他，你说的对，是这样子的，是我可能用我的长相把你的期望值拉得这么高，但是我的表现又让你觉得摔到了谷底，是人都会疼的，肯定都会觉得失望的。所以如果你想通过整容之后获得长相，帮你成为人生赢家的话，那你会死得更惨。你自己想想看，你能不能承受住这个压力？你能不能够承受住把你的优点无限放大的同时，把你的缺点再无限放大？好，谢谢。好，李如如，我荣幸的通知你，你被骑了啊！骑你的是姜思达。来吧。你
你说，因为你长得好看，所以大家对你有期待，于是你没法达到这个期待，你好难过，对不对？是。长得丑的人，大家对他都没有期待，他难不难过？但是如果长得丑的人，他的表现不尽如人意的话，大家不会去苛责他。他就是 nobody， 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通过评价才能提升自我。今天你没有达到你那个评价，没有让大家评价你很好，这个时候是要毁容，还是要自己变得更好？我会让自己变得更好，但是我不保证我的努力能不能让我自己变得更好。所以我们可以发现，今天你长得很好看，大家对你的期待高。我们这时候的动作是什么？是让自己变丑吗？不是，不是。我们这时候动作是让其他的能力也上来，对不对？可是整容之后，你不保证你的面相不会比以前更丑啊，可能会整容失败啊。所以今天你们的意思是大家整丑了不好，所以我们整美了是好的，对不对？如如，你告诉我，我们人生过程当中什么能让你成为人生赢家？我觉得是一个人的努力、心态的调整，还有他的积累。努力失败了怎么办？努力失败的话，就做一个普通人呐。这个世界上很多普通人。好，如如告诉我们，今天能成为赢家，只有3个字，叫天注定。谢谢各位。节目真正的开始了吧，对不对？好 ，mini talk 进行到这里，让我们开始。好，正方，哎呦，姜思达，你今天你是我们的这个理性担当，你到目前为止表现特别杰出，你开始吧。还有更杰出的。在第1季的时候，我告诉大家，这不是一个看脸的世界啊！你可以一天整成范冰冰，你不能一天读成林徽因。但是我现在长大了。我明白了一些全新的道理。这你都敢说呀？来，我们知道有一个国家，它叫做韩国，是整容大国。我们在网上经常会嘲笑韩国人，他们美得千篇一律。但是我们不知道的是，韩国人也嘲笑中国人丑得千奇百怪，对不对？又说到韩国，我们都知道身边有很多的小女孩，她们很喜欢韩国的欧巴，非常的帅。但这些小姑娘也知道，其实她们喜欢的欧巴，也许在脸上动过所谓的手脚，但是完全不影响她们对这些欧巴的喜欢，对不对？完全不影响哦。但是她们会怎么样厌恶整容呢？从小一起长大的女生，我的闺蜜，从小一起丑到大的，结果同学聚会的时候，她整容，她变美，这个时候我超讨厌，对不对？整容不是问题。问题就出现在哪里？问题出现在整容背后包裹的其他没有整的人的嫉妒心。哎呦，这个东西怎么一直掉啊？那我就一直捂着。我们都知道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你可以拿下来呀，要不要拿？我们都知道一个道理。很漂亮啊。嫉妒心是怎么来的？哎，我们会嫉妒马东有钱吗？不是，马东有钱，你怎么知道的？我们会嫉妒他吗？不太会，因为他一直以来都比我们有钱。我们会嫉妒什么样有钱的人？从小大家一起穷到大的，结果他突然爆发了，我们这时候就跟他讲道理。哎呀，钱能买来快乐吗？是不是？钱能买来家庭的和睦吗？其实可以呀，对不对？还有，我们什么时候会嫉妒小 S 漂亮？小 S 一直都那么漂亮，我们嫉妒她漂亮吗？不。当高晓松有一天通过整容的时候，变得比我们的漂亮了，我们就要说这是文化人的道德沦陷，对不对？所以今天啊，唯一的变量就是这些的心态嘛。我们再来分析，如果今天心态非常的合理，我也会站在对方那边。这个该嫉妒，就像你考试打小抄作弊这个事情是该被抨击的。但整容这件事该被抨击吗？我就想问他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比如说樊野天生丽质，骨子里基因就是好 ，DNA 就是让她漂亮。我通过整容和她一样漂亮，为什么她的 DNA 就要比我的科技更高贵？大家明白吗？为什么你生下来的美就要比其他人整得来的美更足够自信呢？有资格自信呢？很奇怪，生得好看就有资格，我整的就没资格了。今天我丑，我被歧视。我想改变我被歧视的现状，我去整容，结果我不敢告诉别人，因为我整容这件事反而还会继续被歧视。这个世界的恶意怎么这么多？哇！我也不是说今天大家骂其他人整容是整容怪什么也好，我也不苛责大家这些。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点小小的阴暗面啦，是有的时候你骂别人爽一爽也就算了，但这绝对不能成为我们今天认为整容不能使你成为人生赢家的
理由。哇，你们两个真是选对了地方，这几乎已经可以不用那什么，现在就是金姐压力大。没有，他刚才说的是跑题了，他只是想整容的心态，什么嫉妒心跟赢家没什么关系，最后套了一句赢家，对，没有歧视整容，就说我们谈的是你说什么赢家？一点都不歧视整容，没歧视整容的，对啊，没有人自我歧视的。对啊。我们一会儿聊，一会儿聊，好，一会儿再聊。不是，少奶奶又发脾气了。我觉得刚姜思达特别精彩，就是他揭示了一个现象，就是对整容那种敌意来自于嫉妒别人比自己长得漂亮。你觉得呢？因为我从小都美，我感受不到啊。你是吗？对，不是我就是你别急哈，我知道你是女王，你脾气大，但是我就说咱们真诚的交流一下，就是在台湾的演艺圈里边，女生你觉得谁长得漂亮？讲真的，我眼睛看得到的女性并不是很多。我知道。可是被我看进去，然后又让我觉得她是漂亮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大 S 跟范晓萱。因为大 S 是没办法，我不能不说她嘛。然后因为我真的是有看到她，因为长期就是你知道，生活在一起，也不可能不看到。对。可是范晓萱是我觉得她是很有自己的风格。我觉得有风格比长得美不美更重要。有些人很美，可是她站在舞台上，你就是也不会想要多看她几眼。可是当范晓萱一走上舞台，拿起麦克风的时候，你的眼睛就没办法离开她。那就是个人风格建立起来。这是魅力嘛？魅力，舞台魅力。闲聊，因为我们是同一边的啦，所以我只是聊一下，就是思达也是从小就漂亮的吗？胖过，很胖过。可是你的脸有 do something 吗？我第一季的时候告诉大家，双眼皮是割的。是缝的。开了。缝的，开了。他以前是八眼皮，反正是缝到一块变成双的。所以你还是尝试过外表不好的时候被人家忽视的那种感觉，会被嘲笑的，很难过。所以他们还是有说服力，他们不是从小漂亮到大的。你还说就是闲聊，你分分钟都站在这边立场上，把这边的人往死里弄，你还闲聊？来，这边下一位是谁啊？来，百邦尼。因为我颜值长成这样嘛，就是我只能多读书，然后选择了一个对颜值不挑剔的职业，就是写作嘛。但是后来我就发现，我选择这个职业以后，又出现一个新兴的职业，叫什么呢？叫美女作家。然后我也想变美啊，谁不想变美啊？但是对整容我是会有点抗拒的。就像刚开始场上的观众，还是蛮多人站在我们这边，第一反应你在抗拒什么呢？因为我心里有个声音会跟我说，好像不能尝试嘛。那这个声音是什么呢？我就试着分析一下哈。其实有钱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一夜暴富一定是一件好事吗？我们听说太多的例子，人中了6合彩以后几年之后家破人亡。然后有名当然也是一件好事，但是一夜爆红真的是一件好事吗？演艺圈太多一夜爆红最后就一蹶不振的年轻人嘛。那长得漂亮是一件好事，但一夜爆美真的是一件好事吗？其实不一定啊。当一个巨大的礼物以巨快的速度砸向你的时候，你确定自己真的 hold 得住吗？所以我就会问我自己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 hold 得住别人吗？因为一个有钱的，你突然变有钱的人，你身边会突然多出很多亲戚朋友想来蹭你的钱；突然变有名的人，会有很多人想蹭你的名嘛。然后你一个突然变美的人，也会有人想去蹭你的美。面对突然变化的人际关系和这种人性的翻转，我真的 hold 得住吗？第二点，我会问我自己，我 hold 得住我自己吗？因为我们大家为什么对暴发户有一种不太好的印象，是因为他有了钱，自尊心膨胀了以后，冲动性消费嘛。一个突然变美的人，会不会也会对自己的美貌有一种冲动性消费呢？因为我从来都没有过啊，我终于有了那种心情，那种狂喜。你会不会揽了太多不该属于你的机会？你可能就招惹了太多不该属于你的桃花，因为你从来都没有过。我对自己就没有这样的把握，因为我知道除了诱惑，人什么都可以抵抗。在一开始啊，很少有人决定我就要把整张脸都要整掉的，一点一点来的。开始他可能割了一个双眼皮，然后顺便就割了个眼袋，
然后这个时候就发现鼻子不匹配了，然后呢就是嘴巴和下巴。当你有这样完美的脸的时候，就我的胸部好像有点不够完美，都是这样开始的。所以有一种病叫什么？叫整容依赖症啊。他整容上瘾，依赖整容给他带来这种快感，最后成了一种病嘛。但是一开始他去整容人，他会觉得我会得病吗？我会是成为那个整容依赖症的人？不会啊，每个人都觉得我是幸运儿，我能操控我自己啊。但是人性我是稍微有点悲观的啊。然后我还想问第3个问题，就是我能够 hold 得住时间吗？自然美最可怕的代价后果是什么？就是消逝，它那个美容会慢慢的消逝。但整容美最可怕的是什么呢？是坍塌。一个从来没有美过的人，面对美容要消逝的时候，他可能没有那么恐慌，因为他也没有丑过。但是一个曾经丑过的人，他知道那是什么滋味。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是个姐们儿，因为我就亲眼目睹她整过容之后，就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了无限的灾后重建工作中。3个月一小整，5个月一大整，每逢要去上一个戏的时候，消失2个礼拜啊。就好像一个人打一个游戏，我开了1个卦，为了补这个卦，我开了8个卦。姐们儿，您是在练八卦掌吗？我是非常佩服你了，就自己开的卦，我跪着也要打完的这种精神。但我更心疼他内心的一种恐慌，那种要被打回原形的那种恐慌和焦虑。当你有这种心态的时候，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成为人生赢家。我想，可能你连玩家都不算了吧。所以我重新来说我们这帮的观点，就是我们从来没有反对过整容的权利，我们只是告诉你反对这种将整容当成人生赢家最重要的筹码这种心态嘛。这种心态的背后就是说，我不幸福，我不顺利，我不成功，仅仅是因为我长得不够好看，仅仅是因为我还没有去整容。我觉得这种心态就已经不可能是一个赢家了，这绝对不是一个赢家的心态。赢家心态是什么？不是说我添上这一坨我就一定可以，而是说少了这一坨，老娘照样牛。谢谢大家。说得好，好。顺便把红乐弹清一清。对，你有体会到辩论的乐趣？有，我觉得他讲的很立场很明确。小 S，你可以改过来的啊，如果你观点偏过来，你可以放弃康源。我刚刚被他感动到了，他讲的很好。虽然我们目前虽然目前 S 跟我都还是站在这一边的，对，可是因为他有一个，确定他是还在这边吗？他还在这边，可是说不定他等下会改，那他改去哪儿我就去哪儿，这没有关系啊。这边是最后一位是谁？胡天宇。对。先讲一个小故事，丑小鸭的故事大家可能都听过。有一只鸭子超丑，它兄弟姐妹都嫌弃它，追的所有的母鸭都觉得它是变态，它丑到连他爸都觉得这可能是隔壁老王生的种，不是我的。OK， 但这个时候等一下，我们如果把这个故事的结局拿掉，丑小鸭没有变成天鹅，丑小鸭它一直丑，一直丑，一直丑，从丑小鸭变成了丑大鸭，变成了丑老鸭，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你会觉得这个故事是一个适合讲给小朋友听的睡前故事吗？很真实啊，我觉得真实啊，这是人生啊。我觉得你恨会不会太早？会不会太早就要接触到这些东西？那世界上只有一个人会怎么样呢？世界上只有一个人会这样子给小孩讲故事，就是麦兜他妈妈。从前有只小鸭子，它很丑，后来它死了。擦拭嘴。OK。一个漂亮的人，大家下意识会想要接近。我会有比大家更好的人缘。如果我每天看自己顺眼了，那我对于自己其实会更自信。美对于大家来说很重要，这点大家都知道。而这时候我们苛责整容什么呢？我们无非是觉得你是加工过的美。那这时候我就很奇怪，我们今天上场的时候会做造型，思达他那个面具也不是天生就长他脸上，你以为那是胎记呀？樊野的6块腹肌，他也不是贴出娘胎就有的呀，他也是自己在健身房加蛋白粉练出来，这也是一种加工啊。为什么都是加工的时候，我们反而会觉得只有整容特别不能接受？这时候邦尼说了，因为整容跟其他东西不一样，整容的程度太深。可是老实说，有东西比整容整得更彻底是什么？美图秀秀，自拍发上网。我们希望那些素未谋面的微博上面的陌生人觉得那就是最真实的我。可是那个我是什么样子的？下巴劈得跟锥子一样尖，眼睛放得跟车灯一样大。老实说，就算是整形，整不出这个效果。我下巴就算削，再怎么削，没有办法可能削尖削成这样。可是这样子大程度的
改变自己的外貌去误导别人，为什么我们又不会觉得有问题呢？最后一个观点啦，等我说完，就是我要说一点整容的好处。整容的好处是什么？是真诚。什么意思？对，是真诚。我今天开完了眼角，眼睛变大，那就是真的大。可是如果今天是戴着美瞳，放大了眼睛的话，我哭完一场之后还要满地去找，不知道掉到哪里去了。马东老师如果今天不是割，他是化妆遮掉了他的眼袋的话，他一会感动哭一下，眼袋又出来了。可是割掉的眼袋没了就是没了。咱们整个这个话题就讨论到这儿吧，这个换一个题好不好？这个那不说你了，我很快就完了，继续我说完。OK， 所以整容这件东西，说实话，跟其他的所有的让自己变美的手段一样。没有什么可以苛责，也并没有什么特别伤风败俗的地方，只不过其他的手段追求的是一时一刻的美，而整容的美可以维持的长久一点，就这么简单。我方不是要鼓励大家都是整容，我方只是想说，变美真的是可以有帮助的，而我们没有必要去苛责那些想要变美的人，就这么简单。有。回到初始态，来吧。来了，不打断你。其实天宇讲了这么多，也没有讲到很对。为什么？因为我放这边潇潇，我要代表潇潇再讲了一次，我们从来没有苛责任何整容的人，你可以随便去整。我们也不会取笑任何整容的人，因为我们也不觉得整容有什么问题。但今天的题目是什么？整容能不能让你成为人生的赢家？你今天只是告诉我整容的好处，跟整容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坏，但是跟人生的赢家之间的关系呢？我整了过后，是不是都是人生赢家？如果是的话，也太简单了吧？韩国应该有最多人生的赢家，谁的家不是人生赢家？对不对？每一个人去找个整容医生，割个双眼皮。还有什么样什么手术？隆个鼻。你别让潇潇跟你说他隆胸，垫鼻子隆胸啊，垫鼻子隆胸就成为人生赢家。哎，你垫鼻子隆胸，别在脸上比划啊。大概就是这样了，就可以成为人生赢家吗？不是。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是，不要误以为一变美就是人生赢家，也不要误以为你不能成为人生赢家，是因为你还没有整容。大家就是有这样的误解。告诉你们，如果要成为人生的赢家，需要什么？特色。什么叫特色？你想一下，我们这奇葩说录从第1季到第2季，我们有多少女神来过？有哪一个是不美的？每一个都美。但是如果大家排完一排站在前面，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美而已。但如果高晓松老师在中间，就很特别啊！每个人就一眼就看到高晓松老师，脸特别大嘛。这就是特色，这跟吃东西的道理是一样的。有人特别不喜欢吃大蒜，但是有人特别喜欢吃大蒜。麻辣锅特辣，有人特别喜欢吃，有人特别不喜欢吃。什么东西是大家没有特别不喜欢，也没有特别喜欢的？白饭哦，白饭是最一般的嘛，它没有特色，结果就没有人特别喜欢他们。你看潇潇，他有特色，所以有人特别喜欢他，当然有人特骂他。谁？谁特别讨厌我？我，甜甜姐。我的爱人再见。Goodbye, my love。甜甜姐也是一样，她特色有，所以有特别喜欢她、特别讨厌她的人。但是你看艾丽，喂，不要吧！艾丽我们没有特别喜欢她，但我们也没有特别讨厌她，因为她不够特别。所以我们说整形是什么？整形就是眼睛小就变大眼睛，脸圆就瘦脸，鼻子低就垫高，就是说有一个规则在那里，大家就变成千篇一律的美。这就是跟食物加的调味料、食物的味道全部一样，是一样道理的。这时候你就少了特色，你就没有办法成为人生的赢家。所以说，当你是麻辣锅的时候，不要企图把自己变甜。当你是西瓜的时候，不要把自己企图变苦，因为你怎么可能赢得过那个领域里面原本就好的人？
所以当我们自己有自己的特色的时候，不要抹掉自己的特色，保留或强化自己的特色，在这个胖的路上，讲食物的路上，强化自己，好过去跟女神抢饭碗。这个才是成为人生赢家的道理。最后，我重申一次，我们是不歧视整容的人的。谢谢。这个时候就是康永哥你们该发挥作用的时候了。你看现在就你，我们现在是输了吗？我们现在只有18票。就刚刚那个思达讲完之后，曾经我们有一段好时光到了80票去，然后现在退回来掉到18票。小 S 这18票完全是因为你。所以我现在是在18票这边吗？现在18票，你可以过这边来啊。那我现在就是决定我到80票那边。没问题。好的。我跟你们讲，大家要对于今天难得光临的女神小 S 表示一番心意啊，所以不要让小 S 搬家，客人怎么可以让他搬家，对不对？我今天难得来，他难得来，所以 S 在哪边，我们就好好的迎接 S 啦。哇，不要！还可以再按它，我还可以做更多，我还可以再按，那位先生快一点按它，来，还有5个。还有，我还在这边，到这边。好了，我老娘累了。剩下这4个人，劳驾起立，我向你致以崇高的敬意。到目前为止，这是把《奇葩说》带到最康熙的一期节目。不过我真的很高兴，现在大家渐渐恢复理智，所以要又回来，来吧。我们请大家回到刚才自己对自己那个立场，还记得吗？不记得了是吧？来，就当今天没变过，重新开始。好，那就该正方了。正方是女神。咱们说句实在话，的确，在《奇葩说》的舞台上，美女和直男是一群受歧视的群体，他们在网上和现场挨骂也比较多。但是，请问他们挨骂到底是因为自己太美了或太直了，还是才华不够呢？艾琳可以去死了，真的啊！你们要说面相不好，谁有我马文面相不好？上来没有观众缘，一开始的时候骂声一片，都说哇超凶。范甜甜的称号更好，泼妇。我们两个曾经是第一季泼妇界的 twins， 你们知道吗？第一季泼妇界的 twins， 你们知道吗？即使有天開個唱，誰又要唱？他不可到現場。所以懂吗？一个人是不会因为他太美貌而损失什么的，而是因为他的才华太不够才会损失什么的。OK， 好，紧接着第2点讲才华，那就到邦尼了。邦尼还讲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点呢，说我们混作家圈已经超辛苦了，你们居然出现一种名词叫美女作家啊！呸！你们美女凭什么来混我们作家圈？我代表广大美女问一句，当然虽然我也不是很配，你们也知道有一种美女叫知性美女，她们就是长得五官不好看的女生嘛，对不对？你这帮读了点书、长得又不好看的女生，凭什么混我们美女圈？就因为你知性啊！啊呸！明白吗？请知识分子界不要对我们无知浅薄界有一种天然的歧视。你们的知识是后天努力读书得来的，你们不是老子生下来之后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天上地下唯我独尊，衔知识而生的。你们都不是，你们都是普通人一个。所有的知识是不是都是后天努力学来的 ？OK， 那我记得按键了，别被我迷住。好。那你们想，我天生长得不好看，我通过后天努力去整容，花我自己的钱，挨我自己的痛，还承担我自己整容失败的风险。那我这种努力为什么不能像你们读书人一样受到肯定呢？紧接着
第3点，如您说你整容的过程中会失去你的特色，我就奇了怪了，我整容整的是脸又不是脑，怎么会失去自己的特色？难道高晓松长得像吴彦祖之后他会变蠢吗？如果高松真能长成像吴彦祖一样的话，他一发自拍，大家就不会说小松老师我要报警了。所有人都会说小松叔叔，我不是报警，我要报警你。Yes。我们是现场的话筒质量不够好吗？你喊什么呀？我聋。哎呦，少奶奶来了，如果按照对面的观点成立的话，我们应该鼓励大家全民整容，甚至我觉得整容应该加入我们的医疗保险，因为整容相对于其他成为人生赢家的途径，它更简单、更快捷，甚至更光明磊落。你们懂吗？我整容不是为了有一天可以在一个叫《奇葩说》的节目上被人家贴上蛇精男的标签。你们有没有想过，我整容可能仅仅是因为我觉得自己眼睛不够大，脸不够小而已。所以对面的人说，在网上有人骂你是整容怪的时候，我告诉你，对我不会有丝毫的影响。当网上有人说潇潇你的眼睛可以夹死苍蝇，你的下巴可以戳穿地球，潇潇你还我爷爷的时候，有请，快还我爷爷，快还我爷爷！可以，可以，对我造不成丝毫的影响。你知道为什么吗，思达？很简单，就是因为我整容，我不是为了去愉悦别人，我不是为了去讨好别人，我是为了让自己高兴。所以别人对我的看法 ，I don't care。好，我们再来说，当一个人整了容之后，大家真的会觉得他好看吗？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大众审美这样的东西。整完了之后，有人会说你好看了，有人会说你假，还有人会说我觉得你没整以前比较好看，你懂吗？你们知道我的长相有多么的，就是受到多少的非议？我告诉你，有人说潇潇你长得妖，我觉得你适合演《花千骨》里的杀阡陌。数着一圈圈年轮，我认真将心事都封存。同样，也有人跟我说，潇潇，我觉得你的脸够长，长得像著名节目主持人李咏，所以你无法达到别人眼中那个美的自己。然后思达又说，哎，整完容之后，我们可以变得更自信。你不会变得更自信，就像刚才邦尼说的那样，当你的鼻子高了，你会觉得眼睛不够大；当你的脸小了，你觉得你下巴不够尖。大家想一下，当你一直觉得自己脸上少一点点东西的时候，当你需要用玻尿酸去填充你的自信的时候，你比以往更加自卑。好，所以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我从来不会劝别人去整容，但是当我的朋友告诉我他想整容的时候，我会支持他。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觉得他选择去做自己眼中那个最美好的自己。所以我今天要告诉大家，一个人整容的目的不是为了成为人生赢家，也不是为了让自己变得更自信，仅仅是愉悦自己。什么叫做真正的自信？蛇精有很多，但潇潇只有一个。谢谢。这边还有人说话吗？姜思达。对面一直把人生赢家这4个字的定义上纲上线。我们想一下，这个世界上存不存在绝对的众人眼中的人生赢家？按理来讲，一个都没有。只要是个人，就能挑出他的毛病。人生赢家怎么回事？就像潇潇说的，我就为了自己愉悦一点。从小到大，我在外貌上就因为这么鼻子一个地方受到的苦，我不想再被人骂我是猪鼻子了。我作为一个小姑娘，我就想把我的鼻尖弄得小小的精致一点，和其他的小姑娘一样。错在哪里呀？当我摘了纱布，看到镜子里全新的自己，新的鼻尖的时候，我觉得我就是人生赢家了呀。对，
怎么了嘛？动之以情啊，没有怎么了嘛？所以，整容可以让我们千篇一律，整容让我们失去特色。这个错在整容吗？不，这个错在审美。挑好的医生，找好的脸型，适合自己的穿衣打扮，适合自己的举止作风，这靠的是审美，所以不应该整脸，你们应该整的是脑子。谢谢。哎呀，来帮你。刚才就是思达说了一个观点，就是说我整容美了，我觉得我自己是人生赢家，我感觉好，我就是人生赢家嘛。那其实你连整容都不用啊，你喝一瓶小二锅头，晕乎乎的，看自己挺美的，你也是人生赢家呀。真是，这个观点是错的。是，因为为什么呢？人生赢家是我很不喜欢的一个概念，因为它是个非常世俗的概念，就意味着什么？因为人生赢家不是你自己的感觉，是别人对你的一个评判。赵薇今年40岁，可以说我人生赢家，因为她事业成功，家庭幸福。25岁的杨幂恐怕无法这么说，因为她太年轻。人生赢家是一个一生一个整体的概念，也是一个全面的概念。你不能因为一点点就说啊，我觉得我是人生赢家。对不起，人生赢家是别人对你的一个综合的判断。谢谢。我先打一个岔，就是呢，我现在放小 S 自由，等一下就自由的听凭他今天受到双方辩友的影响，他在做抉择。那我会守在我们这边。那我们先问小 S 吧，就是选手这么辩论下来之后，我本来在我的世界中觉得最会说话的人是蔡康永，可是我今天来上完这个节目之后，发现你也还好吗？哎，干嘛了？壁咚啊！马东要壁咚我吗？你怎么不追他？累了是不是？腿被打断了刚才。结果发现什么？我发现会说话跟有想法的人真的非常的多，而且他们这么年轻。就是即使是我一开始有想法，可是真的会被人家说服。然后，因为我觉得这边吃亏的地方是，他们讲了很多，可是他们最后的论点会让我觉得他们只是觉得你要整形，我不反对，也不可怕，就是做你自己。是我今天听到的比较多是这个，对。可是这边让我听到很多，就是整不整形对他们的人生不会有影响。嗯哼。就是整了或没整，他们如果坚持要做自己，或者要做一件对的事情，他们就是可以照那个道路去走。可是这边只是在讲说，我不反对你整形而已。意思就是说，这边的人讲的话没有跳出你原来认知的范围，可是这边供应了很多你觉得很惊喜或者新鲜的。他们讲完话之后，我又忍不住想说 Bravo。可是这边我就想说，没错啊，我们今天就是没有反对别人整形啊，整形没有错。所以纯粹以作战能力的话，你认为这边比较有拉到票，对不对？我有被他们感动到。所以你可以换一边啦。我要换他们这边。哦 ，OK， 你们争取到他了。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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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理由都不用说，小 S 只要选择立场就 OK 了，他高兴就好了。好。那个金姐，你好，我来说一下啊。站在一个中国人的角度上来讲，中国人特别讲风水。就一个人的风水在脸上。我讲个小小的例子，我曾经有个姐妹儿，长得很好看，眼睛也不小。脸型很好看，很漂亮。那个时候她桃花运，男人特别多，职场又好，家庭幸福都好。但是她突然觉得不够了，不知道哪根筋抽了，做了一下，把鼻子做的尖尖的，跟我们那个男神 Michael Jackson 一样了，特别薄，完脸削的尖尖的。后来呢，从此之后真是再没有男朋友了，职业也不做，就整个生活全乱了。后来有一天问我，他说的星儿，为什么我比原来更有立体感了，更漂亮，我的运气怎么不好了呢？我就把她拽到镜子面前，我说姐妹儿，你看那个脸多寡呀，运气福气扑面而来，但面对刀片就破过去了。中国人女人讲的是脸要饱满丰满，我运气福气啪糊住了，像面膜一样滋润着你，反而像花里破过去了。我说赵本山这么出名的，你想他那脸是瓦过来的，那得盛多少东西？但是很多人曾经说过，你金星就是为了变性，为了成名才变性的。我说，有人也曾经说了啊，他可能就是个同志，他为了得到更多的男人，他才为了变性。我说，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男人值得我去为他做变性，我是为了我自己内外统一。但是如果我们有小的时候积累，全中国
男的舞蹈演第1名，我的人生积累，我能做到这儿，我凭什么呀？所以我觉得这就很简单易懂，所以大家都知道，最后使你成为人生赢家的是你的积累，是你的修养，是你的个性与众不同。好了，完事了。谢谢金姐，金姐其实自己选择了一个很勇敢的一个立场。蔡团长，我在讲的事情是，请大家看清楚，今天我们辩论的题目是：整容能不能够帮助你成为人生赢家？他已经排除掉了我们讨论的一大批人，就是那些根本不在乎人生输赢的人，不在我们今天讨论的范围；那些人想要人生快乐、幸福的人，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想要，小木，你今天怪怪的，你怎么了？我跟我女朋友分手。分手？你超爱她的吗？我儿子超爱她，我都为了她改变得不像我自己了。为什么？她嫌我个子矮，不够高大，不够威猛，我就天天穿她送我的增高鞋垫。他这是为你好哎！你看我也用了，还3公分。不是，好嫌我爱抖脚、乱丢袜子、上床前不洗澡、再洗碗，通通都改了。万万没想到，他居然嫌我幼稚！怎么？嫌你幼稚？对啊。难道他喜欢马东那样的老男人啊？倒不至于啊，马东那样太惨了啦。只是最夸张的是，他嫌我理发师这个工作每天遇到太多的女生，他就跟我说什么，你知道吗？哦 ，baby 呀，你反正是理毛的工作嘛，你换去给狗狗美容就好了啊。对，我懂你的，你不是这样的人，对不对？我宠物美容高级的证照都考过了。他有没有原则啊你？好啦，其实我状况也差不多啦。我女朋友要我戒烟，怎么可能嘛？然后她还要我不要花那么多时间工作，多花点时间陪她。她也不想想我赚钱是要给谁花。这样是不够爱她。如果你爱她，你就要为她改变所有一切。为什么？你他爱我不就是因为他爱原本的我吗？我为什么要为他改变？对，反而是你变来变去，到最后你连你自己是谁都不知道，最后呢还不是被人家一脚踹开？不是，不然你现在跟你女朋友，你们的感情就很甜蜜，是不是？干嘛？分手了！分手！少跟装恋爱大师给我说三道四的。就都分手了，做自己比较好嘛，对不对？做自己比较好，小心你孤独终老。闭嘴啦！我一定会证明给你看。我现在就去找甜甜。走着瞧。也许是我们缘分不够吧。不过朋友们，恋爱中到底要不要改变自己，成为对方喜欢的样子呢？你们知道我们对阵谁吗？知道。史上最严肃的3个人。对，我觉得我们就一定要感性一点，让观众所有人都看到他们多么的不是一个人。谁要用逻辑谈恋爱啊？无聊死了。真的。同志们啊，情绪严峻啊。我们遇到的对方这3个人，应该说他们代表了3种都很厉害的特色。你们俩负责感性，我负责性感。他们应该就是走那种懒得跟你讲什么道理。我不听，我不听，我不想变成一个冷血的人。玄艺哦，周玄艺真的也是一个狠角色，因为他会把场子搞得非常的冷。我又要当暖场小公主了吗？好，我们看题目出来了，题目是恋爱中该不该改变自己，成为对方想要的样子。我觉得这道题谁要能给出一个标准答案的话，绝对可以得什么诺贝尔、什么世界和平奖之类的。对，所以我们要请
睿智的康永哥，今天来做一个首先的选择，恋爱中该不该改变自己，成为对方想要的样子？绝对称不上是一个睿智的选择啊，是一个无可奈何的选择的话，我会选择改变，改变自己，成为对方想要的样子。那么一直那么执着、坚定、果敢的金姐，你选什么呢？没有，我还要谢谢康永哥选择了改，我选择反方不改变。你本来就要选择不改变是吧？对，因为还是基于我的个性了。因为这个问题确实50-50，但是我只能从我的恋爱经验当中，我是不改变。那我们不就得要聊一下女神的恋爱经验了吗？是不是？这么多年到现在是因为什么？是改变还不改变？不这么说吧，谁为你改变了？谁为你不曾改变？你为谁改变过？你为谁不曾改变过？为什么都是我呢？这个好难哦，我觉得要取决于有多爱耶。好吧，那你就是此时此刻，不管谁，你会改变吗？我觉得我不会改变，因为我觉得我就是我。如果我都不是我的时候，那我都不爱我自己的时候，他怎么爱我？这貌似是一个成熟的选择啊，但是这句话说起来特别容易，做起来是非常难的。是因为你现在没办法一定要我选嘛。可是如果真正的在谈恋爱过程当中，我觉得适当的改变是可以的。你会迁就、妥协？我觉得可能是包容。所以你又选择了2个立场，我们大家看林心如小姐是一个多么没有立场的人啊！连女神你就随便挑吧。对，好，这个女神有这个神的权利。来，我们现场100位观众，红键选择正方，该改变；蓝键选择不该改变，请投票。5、4、3、2、1。好，凝固在这里，好吧？现在是反方56，正方44。来，正方谁先开始？哦耶！在任何的生态环境里面，一个生物要生存，它只有2个选择，一个就是它改变自己去适应，要么它就迁徙，它离开。这就是所谓的进化论嘛。其实我们奇葩说这个舞台也一样。我们每个人都多多少少改变了自己一些，来适应这个游戏规则，不然我们就会被淘汰。那一直以来，我觉得爱情好像是这样，因为我爱你，所以我适应你，我改变你，因为我不想你去别的地方，因为我也不想去别的地方。但是，我是一个非常鼓励大家做自己的人，因为我觉得这世上唯一。如果有一个可以让你完完全全做自己的人，我希望那个人是我。可是爱情有个很奇妙的前提，就是你会在一个非常短的时间内发现这个人好多的优点，然后你就爱上他了。但是你需要很长的时间来发现这个人的缺点。有一句话叫“人活着赖着一口氧气，氧气是你”，所以我爱你。你有一点点雾霾没有关系，我戴着口罩。我继续往前走，走着走着，我看到天空有一个臭氧层有个漏洞，没有关系，我为你改变，我打着太阳伞，继续往前走，你又开始下暴风雪，没有关系，我为你改变，我穿上厚厚的衣服和雪靴，直到有一天我走过一面镜子，我看见镜子里面的自己，戴着口罩，打着伞，穿着厚厚的衣服和雪靴，我才想到，其实原本。我只是想做一个快快乐乐的水手，而我已经为你改变的面目全非了。单方面的日积月累的改变，耗尽了我对你所有的爱。所以我们能不能在爱没有耗尽之前，让我以为你看着我。我被实习了是吗？不是那个。他需要一个交流，他是需要一个点， OK， 需要一个视线关系，你就做他的那个点就完了嘛。OK。所以可不可以在我对你的爱没有耗尽之前，你看我爱你这么狼狈、这么辛苦的时候，你也拉我一把，为我改变一点点呢？这个世界上唯一不变的是什么？
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你天生要变的，你今天的你一定不是昨天的你。你会为工作变，为家长变，为你的事业变。为什么你为了一个这么爱你的我，你不能变一变呢？最后我想拉回来，就是说，一个人变，一个人不变，这样是很辛苦的，会耗尽爱。我鼓励的是两个人一起变。所以，两个人恋爱就是在人群中看到了彼此，我们越走越近。我不介意我走得多，你可以走得少，但是你要动嘛，你不能站在原地对我说，哎，你怎么离我越来越远？就这样。这个世界上有一种职业特别伟大，就是幼儿园的老师。我见到过一个幼儿园的伟大的老师，就是他在一个特别喧嚣的像奇葩说的现场的那个孩子环境里，每个人都在喊，你知道，很多人就跟范甜甜一样冲进去把这个拍死了，那个守在门外的那种。但是他选择的方式是那种，嘘，从前吧，我给你们讲一个故事。瞬间安静。你特别适合当一个幼儿园老师。好，我得问你的，就是像这样一个人说了这样一番话之后，你现在的立场是什么？我觉得这件事情本来就是没有立场的。可是女神上一期说了，对她来讲打动她的很重要的是颜值，所以这个颜值能不能打动你？颜值可以。哎，你颜值过了。所以如果他那样深情款款的对你说，你为什么不为我变一变？我都为你变了这么多，你好歹也动一下吧。那看他要我变的是什么？如果他要我变成他想要的脸，如果他喜欢小 S， 他想要让我变成小 S， 我不可能为了他去把我自己整成小 S 嘛。小 S 也会杀了你。这个，那如果是一些性格上的，我说，比如说是生活习惯这些，我觉得这都是小事，这不能算说是大的改变。那个你就做得到。这些我是做得到的。好，就是说明他完全没受这个辩题的影响，依然处于一种混沌状态。好，我们来看看反方，反方是好，永开，他说的这么深情，我都有点感动的说。不是冲你说的，你感动什么？你不知道那种感动是少儿不宜的吗？其实一般上可以解决深情最好的方法就是冷场。那为了证明我来奇葩说是有学到一点东西的，我今天决定学某些辩手的某些招数，我决定开脑洞。各位记得一个观点：人没有优点，没有缺点，只有特点。所谓的优点，只是我们把一个人特点往好处看；所谓的缺点，只是我们把一个人的特点往坏处看。什么意思？周帅的特点是什么？爱开脑洞。往好处看，跟在他一起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往坏处看，这上组真是不太习惯。往坏处看，跟在他一起，很多时候他讲的话你根本听不懂。所以优点跟缺点往往就像一个连体婴那样，在你铲除缺点的过程中，很多时候会顺便把你身上的优点给顺便铲除，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一体的。当你要求周帅不再开脑洞的时候，不好意思，他不再说海德格尔，不再说向死而生，说拉皮条。请问一下，跟在他的身边，你可以学到任何东西吗？不会。所以在你改变的过程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你没有办法得到你想要的东西，因为他换了另外一个特点，那个特点总有缺点的一面。所以为什么想要改变自己成为伴侣想要的样子，我们不建议，原因就在于这是一条走不完的不归路。当你改正自己的一个缺点的时候，很多时候另外一个缺点就重新蹦出来了。改蹦，最后你根本没有解决到你的缺点。所以这时候大家问我，那万一我们合不来怎么办呢？学会欣赏，把你自己伴侣最美的那一面瞧到你的眼前。很多时候我们在恋爱的开头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不会希望伴侣改变？因为我们把他们特点最美的一面摆在我们的面前。可是随着时间的长久，我们觉得这个最美的一面我们有点看腻了，于是我们开始把这个特点慢慢的拐，慢慢的拐，
慢慢的拐，结果看到了最丑的那一面。当初我爱上他，因为他够大方，结果我觉得大方腻了，好，我拐，我开始嫌他浪费钱。当初我爱上他，我觉得他勤俭持家，结果看腻了，我拐，我觉得他吝啬。在这一个不断改变态度的过程中，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你伴侣怎么改都改不完。所以要改的不是你嫌弃你的伴侣，尝试要他为你改变，而是尝试转换你的眼光，把你伴侣特点最美的那一面摆在你眼前，这才是真正爱情的相处之道。谢谢。西西。第一个问题，转换眼光算不算一种改变？不算。好，你刚才说周帅讲的话很无聊，但是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有一个人爱他，那个人讨厌无聊的人，但是周帅的缺点变成了优点，这是不是一种包容？为什么一开始会跟周帅在一起呢？为什么他一开始会跟周帅在一起？很明显，一开始跟着周帅的时候是欣赏这一个特点的。所以永开，你发现了没有？反正你的意思就是说，转换眼光，我自己转换眼光不算改变。好，第二个问题，不算为了伴侣的改变。好，第二个问题，如果我们今天不说爱情，在工作中，你有没有为名为利，或者为自己一点点私自的欲望妥协过、改变过？我妥协从来不为别人的想法。所以就是说，你为名为利，你也不妥协，从来不改变，你坚持你的原则。我愿意为我们伴侣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好而改变，而是不断的改变，成为他最想要的样子，不断迎合他，这是一条不归路。这还是一种改变。所以我想告诉大家，其实他刚才告诉我们的意思是什么？不管是什么，他要坚持他的原则，他永远的不妥协，说明他是一个没有欲望的人。你们懂我意思吗？这很可怕。我爱名，所以我愿意为名改变；我爱利，我为利改变；我爱你，所以我才愿意为你改变。我提醒你，今天我们的辩题不是要不要改变自己，而是希望要不要改变成为伴侣想要的样子。我承认你可以为了伴侣成为更好的人，可是千万不要迎合他的想法，这是一条不归路。好，谢谢，谢谢。好，潇潇骑了陈永开，但是不知道到底是谁骑了谁。好像这个胜负难分。这边第二位是谁？我。干嘛？我是打架吗？不是因为我觉得手上东西特别多，影响发挥。那你为什么当初要把它带上去呢？啊，装。首先啊，今天我先跟大家不聊爱情，我就跟大家来聊改变。我觉得当我们两个人彼此欣赏、彼此喜欢、彼此吸引，我们走到一起的时候，我们的人生轨迹发生重叠的时候，我们欣赏着同一片风景，我很难不被你影响，不受你改变。比如说我来到奇葩说，认识了一堆朋友，好，我跟马薇薇做朋友，我会觉得我自己变得理智了一点点；我跟范甜甜做朋友，我会觉得我自己变得洒脱了一点点；我跟艾丽做朋友，我会觉得学好一门外语很重要。很多人问我为什么那么喜欢颜如晶，曾经我也问过我自己这个问题，直到有一天范甜甜一句话，她点醒了我。她说：潇潇，你知道为什么你那么喜欢如晶吗？因为如晶身上有样你没有的东西，那就是纯洁。哇，我觉得这简直是真爱，我跟你讲。当我和如晶在一起的时候，我会觉得我自己干净了一点点。你们懂吗？我可以在马薇薇面前肆无忌惮的换裤子，我可以跟范甜甜整宿的讨论彼此的。你有？都是你的。但是大家知道吗？很多事情我在颜如晶面前我不好意思做，很多话我在她面前我不好意思说。很多时候我们都鼓励自己说我们要做最真实的自己，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很多时候最真实的那个你自己，往往是你最放肆你也最瞧不起的那个自己。你们知道我每次回去看奇葩说我自己的表现，我是什么样的感觉吗？
不用你们说我娘，我自己都想给自己2耳光。这就是我对真实的自己一个非常客观的评价。所以你们与其说我喜欢颜如晶，倒不如我告诉你们，我更喜欢那个在她身边的我自己。这个话好看。有很多人每天给我发私信，问我一些感情问题，我很少回答，不是因为我懒，但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懒，但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世界上是没有情感专家这个职业的，你们懂吗？我在每一段恋爱当中改变的、学习到的感悟都不一样。可能我今天可以很消极的告诉你，结婚不如养条狗。我明天我恋爱了，我又可以很乐观的告诉你为什么要压抑自己的天性。这就是每一段恋爱带给我的改变。所以，我是一个抽烟、喝酒、说脏话的坏男孩。我知道抽烟不好，我知道喝酒不好，我也知道说脏话不好。很多时候我们知道做很多事情都不好，但是为什么我们不去改变？因为我们太舒服了，我们懒得去改变。我愿意有这样的一个人，让我爱上他，让我不再计较得失，让我不再心猿意马，让我不再随波逐流。因为我知道，当我爱上他的那一刻，我就已经遇见了最好的自己。所以，当对面的朋友告诉我他们不愿意为对方做出一点点改变的时候，我不会说你们自私，我会说你们没有爱过。谢谢。好，对方是谁？我。秋晨。好嘞，好嘞，好嘞，谢谢大家。我想说，潇潇真的很了不起。我从第1季看到现在，连我这个第1季从来没有参加过的人，我都看到了潇潇的改变。可是潇潇刚才说，跟如今在一起的时候，他就干净一点；跟甜甜在一起的时候，他就放肆一些。可是这是他们想让你改变成样子吗？这是你自己的改变，你自己吸收了他们的改变。各位。对方说的没有错，我们人时时刻刻都在不断的改变当中，我们吸收信息，释放信息，我们为了身边的一切不断的调整自己。可是这跟今天的这个题目有直接的关系吗？今天这个题目说的是，我们要不要在恋爱中改变成对方想要的样子？它至少有2个前提，2个关键的问题。第一就是怎么改，然后第二就是为了谁。好，我们先说怎么改这个问题哈。我们认为啊，恋爱中你可以随便改，但是这个怎么改，改成什么样子，并不应该取决于对方想要什么。举一个类比来说好了，那我是一个设计师，我不知道在场有没有做设计的或者类似的做文案的工作吧。那每一个初入行的设计师最害怕的一句话就是客户说：“哎，我想要你改一改你的设计。”这是一条不归路，对不对？我经常被这样要求，对吧？马东老师说，那个广告商可能会让你改一改你的说辞。那比方说了，客户就说你那个字儿能不能再大一点？那我把字改大了的时候，它就不能一行过。客户又会说，我想要那个一行过，那我就要把那个字压扁一点，会看不清。那客户说，我想要看清楚一点，我就要把那个笔画画得很细。画到最后的时候，对方说，我不是让你改大一点吧？怎么看上去这么细啊？对吧？这是一条不归路啊！所以你看，如果我们总是听客户的话，客户不满意，我也不开心。这是为什么？客户没有错，错在那个设计师。因为一个好的设计师啊，他不是听话，他是要体察客户每一句话之后真正的含义。在恋爱中其实也是一样的，对不对？因为要求和需求其实是2回事。你的恋人说我要买，你给他买了所有他想要的东西，他可能还不满意，因为他的需求是我内心很空虚，我需要填补。所以这样的情况下面，你听话是做不了一个好恋人的，你必须体察他的需要。这就是第一点，我怎么改跟对方的要求没有必然关系。
第二点，为谁，这才是最重要的。我认为在恋爱中没有问题，工作中、恋爱中你可以改来改去，改成什么样都可以，可是不要把所有的改变都归因到对方的身上。各位，我们是自由恋爱的，没有人逼你，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要谈什么牺牲不牺牲，我们只谈选择而已。各位，这就是我今天想特别说的一点。你可以做任何改变，但不要做这个归因，因为这会给你们恋爱中的关系增加无数的负担。你想想，我已经为你改变成你想要的样子了，我已经完全抛弃了我自己，现在的这个人是你要的，所以这个人以后做错了所有事情都跟我没关系，都是你的错啊！以后所有的问题都是你的问题，你永远欠我的好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你为对方做的每一点小小的事情，在争吵的时候都会成为一颗一颗飞向对方的子弹，让这段关系鲜血淋漓。你看吵架都是什么样子的，所有人都耳熟能详，就是那种我为你做了一桌子菜，你为什么不满意？我为你来到这个城市，你为什么还要生气？我为你抛弃了我自己，成为了你想要的人，你现在还要抛弃我，抛弃我2次，你到底想要什么？各位，恋爱中你灌下多少鸡汤，就会撒下多少狗血。让我们想一想，这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如果你真的爱一个人的话，你就跟他说，我无论做任何改变都不是为了你，都不是为了你。这听上去很薄情，可是各位想一想，这才是真真正正的深情。因为我如此的爱你，我甚至都舍不得让你欠我任何东西。谢谢。是什么力量能让鸡汤变成狗血？是基因的力量。好吧，这边是谁？我。好，白邦妮。首先，刚才秋晨说了一句话，就是说，对待客户要怎么样嘛？但是我想不明白，我觉得爱人不是客户啊。然后永开说了一个问题，他说，我们可以改，我们不拒绝改，我们只是说我们可以为了改善这段关系而改，而不是说为了你想要的样子而改嘛。听起来很对啊，但是我想问一下，如果我们2个人想改善这段关系，我们俩开始聊天，我伴侣会跟我说，邦妮，我们俩今天聊一下我们俩改善关系的问题吧。你觉得我们俩应该怎么改善？不可能啊，他会怎么问？亲爱的，你想要我变成什么样子？你能不能说给我听一听嘛？这个其实是你们俩交流的开始。所以说有的时候永开啊，我觉得你们那个心态，你说我要迎合对方，我改变了就迎合对方，其实你已经把你们俩分出一个高和低了。你在用迎合这个词的时候，其实你把自己放低了。在一段平等的关系中，无所谓迎合嘛，对不对？在我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我觉得爱情就是运气，只要我够幸运，我就能找到那个合适我的人。一旦遇到他，我什么都不用改，我们俩100%默契，永远过着快乐幸福的日子。当我变成一个大女孩的时候，我知道爱情不是运气，其实爱情是一种能力。爱情不是让你去找一个非常合适你的人，而是找一个好人和他一起慢慢合适。爱的能力是什么？其实就是改变的能力嘛，就是看到对方那个需求，并且愿意放下自己暂时的需求，有的时候去满足他的那个能力。当你有了这个能力的时候，你就不再是一个小女孩了，因为你的心里不再是我想要什么，你看到了一个全新的词，叫我们。其实相爱并不是说你要在正确的时间遇见一个正确的人，而只是你在愿意改变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愿意为你改变的人。所以，然后我想说一说刚才他们的那个困惑和那个担忧，就是说我为一个人改变会失去自我，就像他们演的那样吗？我曾经也是这么想的，我也有这个困惑。我觉得要不就全部，要不就全部，没有中间路线嘛 ，nothing or all。后来我发现我这种心态不对，我错了。为什么？因为我把自己的自我建立在太多细枝末节的东西上边了，牵一发动全身。这个时候你的自我就是一堆又脆又硬的碎片啊。一个良好的自我是什么样的？应该是一个柔软的、有弹性的大圆球嘛。我的样子是我，但我不仅仅是我的样子；我的习惯是我，但我不仅仅是我的习惯；我的工作、我的爱好都是我，但我不仅仅是这些啊，我是全部的一个集合嘛。所以当你有的时候跟我说想改变我的习惯的时候，我不要就那么愤怒，就那么玻璃心。
对吧？何妨一变，何妨一改，何妨一踹呢？就算你改了、变了，最后发现其实我们俩真的不合适，起码你得到了一个答案啊，这也是进展。我最感动的一句话是周迅跟我说的，我问他，我说你上一段感情最后是怎么样的？他跟我说了一句话，我特别感动，他说我所有能做的努力我都做了。然后我当时就想，如果有一天，也许我的爱情也不得不结束的时候，我希望我可以非常骄傲地说，我能做的所有努力我都做了，我能做的改变我也都做了，我对得起我的这份爱情。自我的我其实是什么？我想了很多年，想到一个答案，不一定对啊，就是其实你的那个我，就是你来到这个人世间不断的经历，不断的改变，最后累积成那个结果嘛。我们没有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成品，就是完全成熟的，不用改变，不可能的。然后现在站在我这里的我，是我一个人的成果吗？不是的，就取决于那些我遇见的人，我爱上的人，爱过我的人，然后改变了我，也被我改变的人，就包括那些我当时可能不是那么情愿，但是我事后甘愿的那一切，加在一起就是现在的我。然后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喜欢，就是其实每个人都是来度我的，都是来度化我的，而每一个改变其实都是礼物。周玄毅要残忍的奇袭他。我要发动本轮最奇怪的一轮奇袭。我们现在关门放秋晨。这个很有意思吗？在哲学上？说实在的，因为这个确实太过于绵软了。说实在的，我等会儿会给一个很硬的一个分析，所以我不太适合这个。还是秋晨来继续。明白了，那个。没懂啊，继续吧啊。我其实经常看你写的很多文章啊、专栏、博客，我都有看。那你能总结一下，那些问你问题的人，他最常问的问题，他归根结底到底是什么吗？大家一般都会问我一些关于的问题。OK，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看到的是，所有的读者问你的问题，是归结下来只有几个字，就是我想要什么。我想要什么是在座所有人最难回答的一个问题。人生中所有的困惑或所有的矛盾，都是来自于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想问你的是，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时候，我怎么能够勾勒出我想要的人的样子呢？我觉得是这样哈，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未必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是我们会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我们反推过来是能够勾勒出那个样子的。好，成功了。没有了，好了，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相处的过程当中很简单，就是你希望我为你改变，可是那你能不能够为我改变你想要我改变的这个想法？那如果你想要我改变，但是我不想要改变，其实都是要变的。不管怎么样，在所有的感情关系中，不变是变态，变化是常态。没问题，变化是常态。可是我到底为什么变？你能够告诉我，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应该为我。对，为爱没问题。可是到底是为我，还是你为我，还是我为你？你分得清楚吗？为了我们双赢，为了一段爱情。好，到这儿吧，来啊。齐溪一般都结束于绕口令模式。我今天邦尼今天抵抗齐溪抵抗得非常好，非常好啊。岿然不动，关键是他守住了自己。可是我也觉得齐溪者表现了一定的风度，就是他有容许被齐溪的人好好的讲出他的立场，所以就各位选手以后齐溪对方说不要太欺负人，就是不要都不等对方回答就一直齐溪，那你只是齐他，你不是齐溪他。对，整个这个齐溪里面，我最不能理解的就是介绍齐溪者的那个人到底说了什么。我真不明白他刚才那个招数什么。对啊，这个他就是说我要杀了你，然后把刀递给旁边的人。就是啊。好，周学义，你刚才说你承诺我们你会有一个非常强硬的马老师好，状态。各位观众好。首先我要道个歉，说实在的，在之前的《奇葩说》录制里边，我给我的队友挖了无数的坑，真的是午夜梦回，我都觉得特别的不好意思。后来我想了想，真的，我为什么会挖这么多的坑？坑人。说实在的，我不是故意的，真不是故意的，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奇葩说》这个节目，说真的，我是很喜欢，所以我特别想为这个节目改变某些东西。那好啊，那我也做一个逗，那我也讲笑话了，那我也做一个奇葩了。
结果我就变成一个坑了。我喜欢这个节目，我爱它，所以我愿意为它而改变。可是最后这是很失败。所以今天我要做一件事情，我今天完全不为这个节目改变。现在大家不要觉得这是个奇葩说的舞台，我就是一个大学教授，我给大家在讲课。我给大家从几个方面去分析一下刚才整个现场发生了什么事情。第一个，逻辑。刚才秋晨讲的那个逻辑，其实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逻辑，就是你让别人改变成你想要的样子，那别人也会让你改变成他想要的那个样子。而且最关键的是，你为什么就不能改变自己想让别人改变的那个想法呢？他不是在绕口令，他是告诉我们，当你想要为对方而改变，而且你觉得对方也希望你改变的时候，对不起，这个时候你开启了一个不同的模式。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其实是有模式的，比如你在听一个大学教授讲课的时候，你有一个模式；你在听一个喜剧演员讲课的时候，你有一个模式。那么在我们相爱的时候，我们应该开启的是什么模式？所有人都没有讲，应该开启的是相容的、包容的、互相欣赏、互相去发掘对方优点的那个模式，对不对？可是当你说我为你改变一点点的时候，你有没有个很自然的想法，就是那你能不能也为我改变一点点？我为你做了饭，你能不能为我洗衣服？我为你戒掉了网瘾，你能不能帮我戒掉淘宝？我们这个时候就从一种互相的包容的模式，变成了一种互相的，说的好听一点叫鞭策，叫激励；说的不好听一点叫互相的挑剔的模式。而就算是激励，它真的是我们恋人之间应该相处的一种模式吗？爱情毕竟是我们人生中的一个休息的场所，它不应该是一个竞技场。所以看起来是一个改变的问题，但是归根到底是一个模式转换的问题。我不希望大家陷入到一个错误的模式。第二个，我们在相爱之中改变自己，去迎合对方，它的方向是什么？我来说一个例子。古希腊神话里边有一个仙女叫 Echo， 就是回声这个词。Echo 爱上了一个美少年啊，叫 Narcissus， 就是这个水仙花这个意思啊。他爱上这个人之后，他真的是为对方放弃了自己的所有，他成为了对方的回声。可是这个时候，他获得了爱情吗？不，他获得了一个丧失自我的结果。而这个纳西索斯这个人，他也获得了爱情吗？不，他获得了一个自恋的结果，他最后变成了一种水仙。所以，当我们开启一个我为你放弃我自己，我为你成为一个回声的这样的一个模式的时候，对不起，最后你们的方向是成为一株水仙，陪伴着一些回声。而且这个水仙还不开花，它还装蒜。我们希望的不是在水边有一株水仙花，然后它身边围绕着无数的回声，你丧失了自我。我们希望的是，哪怕你们双方做一株并不完美的狗尾草。谢谢各位。汉勇哥，你这是什么态度？你作为一个导师，你在一个大学教授、哲学教授正在讨论问题的时候，你摆出了一副上小学的时候。困了，对，这是什么态度？教授说要我们转入听课模式，所以听课模式就是这样。对，这个不着急啊，这个恭喜这个周旋义啊，你终于找回了你自己。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屋里的所有人没有一个能考上大学的哲学系。你瞧，让这个最不可能考上的人说一说。首先，刚才我们周老师啊，用行为艺术告诉我们，他不改变，我们还是不会喜欢你。其实刚才对面一直在给我们设一个什么样的陷阱，就是告诉我们，你改变，你就会完完全全的把自己变成。就是他脑海里的那个自己，你有没有想过，恋爱是一种磨合？我们改变不是说让我们变成充气娃娃，他幻想中的那个人。有没有想过，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是因为我们的优点彼此吸引，而我们到底能走多久，是因为看我们对对方缺点的包容程度。如果我们在恋爱当中放弃一些自己坚持的原则，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我们会坚守一条底线。所以我要告诉你们的是，我们为对方改变自己，不是说希望他能留在我的身边久一点，仅仅是希望提高我们恋爱的质量。如果有一天他真的要求我改变，已经触及到我的底线，这个时候我们谈的不是改变，而是分手。谢谢。我警告你们双方啊，我们是一个严肃的辩论节目，但是太严肃了。你们要是再不给我举人生例子，能让我听懂的话，我们就直接讲个故事。来吧。
大家知道《奇葩说》录到现在，我是唯一所有选手中从来没有讲过自己故事的人。在这一集，我要讲一件自己的事情。这是第一，我有男朋友了。我们很吃惊吗？你们不吃惊。第二是周旋逸。报一个。我终于可以把秘密说出来了。好，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在这个舞台上讲过自己的故事？哪怕有一些立场，对我讲出自己的故事来说，其实是超级有利的。什么意思？我有的时候说，你们不要跟我比惨，为什么？因为说真的，我家庭相对是坎坷的。说真的，我现在状况是相对你们很多人是不好的。所以打父母、亲子、人生坎坷、爱情经历，不好意思，在座各位，你们能跟我比的人不太多。可是你知道吗？用自己的故事去改变别人的人生，好容易导致别人的故事写错。因为故事这个东西是不能通用的，所以我很怕那些爱情导师，因为他导着导着，你们的人生就迷失了。好，那么我今天宣布这2件事儿的原因是什么？是告诉大家一个道理，就是你看，我现在做了一个非常重大的改变，就是我居然当着所有人说出了自己的私事儿，这对我马薇薇来说是惊天动地第1回。好，但是我现在有2种选择。第一，我告诉周旋逸说，周旋逸，我是为你改变的。为什么？因为你要输了。第二，我还有第2种选择。对，我告诉他，告诉自己，告诉现场所有的观众，我之所以这么做出这种改变，是因为老娘愿意。所以你们知道吗？你们这种心态很苦情，就是什么？我在爱情中做的一点点改变，一点点牺牲，一点点调整，都是为了你呀，哈尼。可是这个时候你知道吗？你会让对方背上超沉重的枷锁。像樊姨说的那样，我都为你变了这么多，你能不能为我变一点？这时候我们互相的变成了什么？交换，人称爱情买卖。说的是什么？是你让我变成更好的人，你明白吗？你把你的人生赌在这个人身上，他不仅负自己的重飞翔，还要负你的重飞翔。这个人活得很辛苦。邦尼告诉的我们是什么？是包容，是宽容。可是你知道吗？你这个包容，你这个宽容，让对方显得特别不是东西。宽容和包容这个词一旦用出来，你有没有发现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俯视感呢？叫做你不行，你不好，不过老娘忍你。你能忍多久？对方能忍你的忍多久？这份情我怎么还呢？所以今天我想给大家讲的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是我经历过婚姻的离别、生死的离别得出来的一个道理。未必可以普世，可以给你们做一个参考，小小的参考。就是我这一生，我所做的任何改变，
我都希望各位理解，我是为我马薇薇，所以你们任何人都不欠我的，所以我从来不骂我的前度。我也希望你们能够理解，我这个改变失败了，由于他是因为我马薇薇自己乐意，我也不会再怨恨任何人。我相信这是一个比较的，也许难走的路，可是这是为自己负责的路。谢谢各位。哎，我觉得马薇薇有一种替夫从军的那种壮烈，我不知道为什么啊。我觉得马薇薇恐怕把在《奇葩说》讲自己的故事这件事情看得太严重了。对，所以我们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就是我觉得很多人觉得就讲个故事嘛，就跟在生活中讲故事别人听听一样，对你来说似乎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啊。所以你一旦打破这个原则，你是用一种破釜沉舟的心情在面对它的。可是其实故事，我跟你讲真的，故事的影响力不过如此而已。大家听完10秒内就烟消云散，所以千万不要把这个沉重的重担放在自己的身上。康永哥，其实我真正不愿意说的原因，真的不是说太复杂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哦。我觉得很多女明星会不会遇到这种事，就是我们如果一开始靠炒作成名的女明星，她也会衰于炒作。她靠自己的私事，而不是自己能力成名的任何一个名人，最后非常不幸，好像他们也会因为自己的私事而失败。所以我成也好，败也好，我希望是因为我的能力，而不是因为我私事。你已经证明你自己了，所以没问题。甜甜，哎呀，难得跟老马对一次啊！作为一个在这个舞台上最喜欢讲故事的老阿姨呀，哎呀，我是把自己的一生都卖了，是不是？男朋友将来找不到了，上一集放出来，爸妈也快不要了，是不是？我想说一个很开心的故事，就是恋爱中没有一个男朋友想要改变我，都是我吵着闹的，特别想改变成他喜欢的那个样子。你们不觉得这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吗？这就是爱情啊！有的时候我会揣测，他从来没跟我说我喜欢长头发、短头发，我尝试各种长度，我就看他喜欢我什么样子。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特别的高兴，我觉得满足于我自己所有的乐趣。比如说我前男友喜欢搞音乐，我听了大概8000多张唱片，现在我在音乐上非常厉害的，我告诉你们。我有一个男朋友特别喜欢看电影，特别喜欢读书，我跟着他学了各种各样的东西，因为我想尝试东西叫一种共同语言。像我是觉得恋爱像天一样大，所以刚才潇潇讲那些话的时候，我忍不住要流泪。可是每一次我为对方做的改变，我都是无比的快乐和欣喜的狂热的接受着，到以至于今天35岁，虽然他们都过去了，可是我身体里承载了太多的故事，然后我承载了太多跟他们的回忆，还有为他们改变的那些优点，所以我现在好多的优点。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挖不完的一口深井冰。把我这么美好的自己留给接下来那个男人，他是何其的幸运。所以我觉得恋爱中所有的看法，有马薇薇这样的看法，也有我范甜甜这样看法，所以我认为这就是这个舞台最有魅力的地方。谢谢大家。好，谢谢。好，我觉得双方就都差不多了，我们让2位导师和团长来给我们做最后的发言。在这之前哈，其实真的心如在这个舞台上面，你别害怕，这是。我好害怕。在这个舞台上面，每个人都在分享自己的故事。在所有这些人当中，现在唯一的不肯讲的就是你。刚刚勇哥说了，我们的故事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啊。好，那个最后我们要请我们2位导师，然后看看谁能说动女神，到底最终这么没主意的人，最终会偏向哪一方啊？谁先说？金姐先说吧。我先说吧。好，没事，我先说吧。咱们人开始有那种荷尔蒙冲动，开始就要找另外一半的时候，就进入一个恋爱状态了。为什么寻寻觅觅的去找爱情呢？因为我们都想找一个合适的、准确的人。当你面对那个人的时候，永远是180度的面对。恋爱是180度，通过恋爱慢慢我们转换、转身，希望他能接受我的360度。
有的人在转换过程当中已经不合适了，就分开了。当我有的时候我们会出现像甜甜那个状况，我也出现过飞蛾扑火。当我飞蛾扑火找到了我的爱情的时候，最后那个人不要我了，因为他说的我要的就原来那个你。从此我就得到了一个经验，每次我谈恋爱的时候，我先把我的缺点告诉他，我就这么一个人。如果你能接受，咱俩往下走再约；如果你不能接受，咱俩就到此为止，还可以做个朋友。2年前我写了一本书，书的名叫做《我不想改变世界，也不想被世界改变》。这一点在我的爱情经历上也同样有用。一直到我36岁时候碰到了我的先生，38岁嫁给他，就是因为他包容了我，接受了我所有的一切。曾经我谈过一个男朋友，说你干嘛要提你那个变性的经历呢？你可以嗲嗲的像我认识那个样子，很性感就可以了，我不要知道的。我说你不知道，你愉快了，你满足了，我是痛苦的，因为那个不是我真实的我自己。当你想这份爱情发展到360度无死角的时候，你不要改变，要真实的面对。而且真正的爱情是为了爱情，我愿意往后退一步，他也退一步。每个人在退一步的时候，情感在叠加着，最后2个人是合适的，这个齿轮是合茬的，可以转起来，你们俩可以走向另外一个阶段，就是婚姻。所以说，爱情并不是说我为他改变，而是你要了解我、理解我，准确合适，是一切我们寻寻觅觅爱情这么多在哭啊、喊啊、闹啊，所有的爱情故事编里的一个理由，就是我们要找那个合适的、准确的，而并不是为了改变的爱情。说完了。先回答一下今天我听到的几次出现的说爱情没有所谓的导师这一个看法哈。我觉得世界上其实大部分事情都没有导师，所以奇葩说好玩的地方就是打破这些导师所讲的那些道理，然后让大家各取所需。我认为所有听专家意见的人都只是在听他自己想听到的东西而已。对，所以不要太给自己压力，就是尤其是马薇薇，不要太给自己压力，就是你说出口的话会多么严重的扭曲别人的人生，他们只会索取他们要索取的那个部分来支撑他们自己的决定而已，这是我一直相信的事情。好，那至于今天这个题目，我其实比较想要把焦点放在所谓对方想要的样子啊，我们不要把这个对方想成是别人，我们把这个对方想成是我们自己。在座这么多的女生，跟男朋友吵架不开心的时候，心里面最常浮现的一句话是什么？你跺了一下脚，翻了一个白眼之后，你心中立刻浮现那句话就是：他为什么老是不懂我？他为什么这么不了解我？那这时候如果我飘出来说，爱情不是关于懂跟了解，你们搞错了，你们就会一巴掌把我挥开。你们在恋爱当中想要被懂，想要被了解，这个很重要。所以当对方说我不知道你想要什么东西的时候，你也说不出来，可是我就是有想要的东西，请你去摸索，请你去像范甜甜一样的改变300种发型，来试着找到一种是会令我露出微笑的那个发型。所以范甜甜今天很难得的以喜悦而开朗，而不是控诉天下的态度，在陈述她的论点啊，那表示爱情给她治疗了很多，给了她很多力量。那所谓对方想要的样子，是他呼喊出来的吗？我认为不是。你们在座的女生，如果大声的呼喊说我要你为我戒烟，我要你为我早回家，那个你们就觉得不值钱了。你们就是希望你们的另一半能够自己感觉到你要什么，然后做到那件事情，那个是爱情当中珍贵的、令你感动的部分。所以我不认为今天反方的人所说那些话说我为你改变，然后我会拿出来跟你讨债，说老子为你做了这么多，结果你都不为老子做一点点。我认为吵架的时候只是气话而已。爱情的本质的确是在摸索对方现在处于什么状态，我能够给他什么。那你要把这个归咎于说
像秋晨所说的，我要把这个归到一个盒子里面，说这叫做我为你做的改变，然后你以后都欠我。我觉得在座大部分的人谈完恋爱之后，不会有算一笔账说你欠我多少，我欠你多少。像马薇薇说的，这笔人情你还不起。我们谈恋爱没有人在还人情这件事，所以那个账是算不清的。所以回过头来讲，就是爱情的本质应该是体会对方的需求，然后满足那个需求。那个需求是对方大声呼唤的，或者是暗中透露的，或者是像范甜甜一样，你去百般摸索出来的都好。可是你摸索到之后不改变，这个在我看起来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你们讲了很多开心的例子，我举一个伤心的例子，就是人都会衰老，最后哪一方弱下来了，另外一方就得变坚强。是变弱的那一方在呼唤你说你要撑住我，因为我现在已经弱了，我不行了。不用，你看他倒下了，你就知道此刻的你如此衰弱，需要我自己重新撑起来，我要变成一个让你依靠的肩膀。这就是改变啊，这个是爱情最美好的部分。所以我没有办法理解你们说不为对方改变是什么意思。然后我第一个，不要逼对方说出口，当他说出口的时候，那个改变就不那么美好。第二个，为对方改变后不要算这笔账，是你自己的选择，可是是为对方做的改变。讲完，谢谢。你有主意了吗？我的那个其实恋爱经验也不是特别多，然后那就来聊一下吧。就来这边也是听听大家的意见。然后我改变过，我曾经为对方改变过，但是在那个改变的过程当中，有时候我是开心的，有时候我是不开心的。我觉得有时候改变了，我已经不是我了，但也不见得是你想要的样子，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你到底想要是什么样子。我失去了我自我，同时间我也失去你了，因为我们两个最后是没有结果的。但是你说爱情真的没有一定的我为你变，或者是我一定为你不变。可是如果今天我再遇到了我想要的爱情的时候，我会为他改变。这个题真的是太难了，非常险恶。题目叫做“恋爱中该不该改变自己，成为对方想要的样子”。这个世界上最说不清的就是“改变”这个词儿。我们把题目换一换，学校里我该不该要成为老师想要的样子？工作中我该不该要成为老板想要的样子？鬼能说清楚这个话题。